大家好，这个位置重整后呢，因为一旁有棚架帮忙遮阳的效果，在梅雨季节结束前，就继续重新修整后院。这不纯是日照的问题，而是考量到梅雨过后呢，后院地势比较高，可以快速继续活动。前院历经连续降雨后，土壤则容易湿黏。时间安排上呢，提早将重心摆在地势较高的后院，将地砖翻起重新铺设后，顺道也将这棚架下的走踏空间进行调整。过往因为不想踩进菜床，因此会预留伸手可及的走道。现在扩建的目的，最主要是要减少不平整的走道空间，减少一点闲置空间，可以避免长草跟躲小蝸牛。菜床内部这不是杂草，而是田留菜心的种子啊。要采收这种比较细小的作物种子，可以先将包覆种子的小豆荚采下后，集中在容器内，先压碎豆荚，让种子脱落后，再收掉豆荚，就可以比较方便收集种子。而若是想要更为省事快速呢，也可以拿大一点的容器，比如大脸盆啊。连根拔起后，现在天气这么热，只要经过2-3天的曝晒呢，有些豆荚干掉后，外壳还会蹦开，种子就会自动脱落了。而想要更有效率的方式，也可以晒干后直接抓起根部的位置，在容器内敲打，种子也会快速的脱落，可以收集的数量也可以更多。收集种子与清理场地后，接续就是解决强日照的问题了。这位置的上方虽然有搭设棚架，但是布局的太晚，导致自然遮阳的效果拉不上来。现在这个时间点，其实日照还很强啊，遮阳的目的可以让作物与人得到降温的效果。若是在菜地作业的时间是在中午过后，将棚架搭设在西边，算是挡住侧光不错的办法。而喜欢高日照的百香果，就是很好的搭配作物啊。而既然棚架上的作物遮阳效果还没跟上呢，在侧边补上豇豆也是一种办法。因为此时太阳的轨迹会越来越偏南边，后院整个区域都可以有高日照啊。大概到7月后才会又往北边走啊，轨迹会慢慢的再往前院移动啊。有屋檐挡住后，日照又会降下来。如果房子盖法是坐北朝南，坐北朝南的后院就会比较方便让冬季作物提早进场。而这防虫网内的育苗草又多了豇豆、丝瓜、苦瓜与丑豆幼苗，这也是被动避免偷懒呢，让幼苗逼着得上工的办法。天气热缺乏动力时，倒不失为互相砥砺的作为啦。在棚架侧边先立好攀爬用竹管，拉绳经过的位置呢，就直接充当横杆使用啊。内部离拉绳距离比较远，竹管则采用斜插的方式。而关于豆科作物，很多人是事先搭好棚架，直接在棚架下方采用播种的方式啊。这对于已经事先整好地会比较方便，而若是还得整地或是晒土呢，另外在一旁先行育苗，则可以偷一点育苗生长所需要的时间。这种先行育苗在采用移植的方式还有个作用，可以被种苗赶鸭子上架，降低人的惰性，逼着得赶紧整地啊。以豆科植物而言，豇豆也算是很容易
育苗的作物啊。这个位置播种了10颗种子，很不客气的全发了芽哈。要全部种完的话，算是很逼人的，得再找空间种植。由于豇豆只要顺利生长，一颗就可以长很多豆子，分量也多了。豇豆相对于四季豆生长所需要的空间比较大。目前先挖出6颗外侧的幼苗，剩下的4颗则暂时继续当预备苗。移苗前呢，只要有事先浇水，让土壤黏化，挖起的时候根系就容易带起大量的保护根系的土壤。这是移植过程中提高顺利成功率的关键啊。而这些带有土壤大团粒的幼苗，一样是采用立垄种植，主要目的是方便浇水。这样间距算是有点挤啊，不过因为要扛起遮阳的大任数量不多的种几颗是还可以接受啊。日后若是觉得叶片太多，再做修枝剪叶就好。而这样直接踩进去菜床内，是折中考量后的做法。因为这上方有平面棚架，目前百香果与丝瓜正在努力自行铺设枝叶，帮助遮阳。开花想要授粉或是结果采收，都也得踩进去作业。诸多考量后，棚架下方的种植空间也就进行调整成环状可走踏的沟槽。移植完毕后，浇水的动作可以帮助定根，而由于种植的方式一样没有再拉绳拉网提供攀爬，一开始先上夹子固定，等长出侧蔓触须后就可以放养了。趁影片空档，就来聊一下为何想要这么做。最主要的原因是除了天气很热呢，有遮阳效果，人可以舒服一点之外，可以容许的作物种植就可以多一些啊。而虽然有很多闲置的空间可以种植，却硬塞在一起种植，也是想要有省时的用意啊。将作物集中在一起，平时可以方便浇水整理，要进行采收也不用东奔西走的，像是快闪行动经过2天后，这6株豇豆都还维持绿叶，可以宣告全部移植成功。接下来进行第一次的漫淹大灌水。现在使用的是直流电盛水马达，搭配机车电瓶。这进水的水管虽然不粗，但是水量算很足够啊。摆进大 PVC 管的目的呢，则是要避免直接冲刷土壤。由于这是土壤翻松过后的第一次进水，疏松的土壤吃水的速度非常快啊。等土壤吃饱水，下次进水就可以少一点，也可以快上许多。这整个过程也是要解决种植在地势高，又经过垫高种植的浇水问题。另外，墙外灌溉河道的水源，1星期会有3天停水的状况。目前地下水位下陷的严重，后院蓄水池在挖深，已经无法解决蓄水的问题。蓄水池内预计要多铺设防水布，目前应该还在来台的路上。而作物浇水的方式会导致种植上的一些问题比如说在干旱后像这样进行大灌水呢，瓜果类会很容易出现裂果的现象。克服的办法就等下部影片一起说明，不然离画面的内容偏题的实在有点远了。现在就先将布局的过程先交代完。浇灌经过1天后，土壤维持的湿度算是很理想，
刚好可以看一下现成的土壤剖面图啊。很多人都说土壤见干就要浇水啊，但是要注意一下土壤的结构与种类。这也是为何说看到土壤表面干掉后，要浇水前可以先浅挖一下，更可以了解到土壤的湿度。内部日照较低的位置，则继续移植丑豆，这是要测试经过降温后，丑豆是否还可以生长之外呢，也算是在驯化这些刚采收下来的种子。目前是可以很顺利的出芽。育苗与移植过程跟移植豇豆的方式相同，就略过移植的环节。由于第一次的蔓延疏松的土壤已经吃饱水，在吃蔓延时所需的水量与时间就可以少很多。而这样蔓延的过程，菜床内仿佛变成前院缩小版的环绕水池啊。除了中间这小孤岛很有思考安排种植的作物，沟槽也多了滞洪池与蓄水池可以供水的功能了。整个过程与变化就有待继续看下去了。谢谢收看。